人类在火星采矿，意外唤醒可怕的远古生物，看不见摸不着，却对人类展开了疯狂报复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小雅，今天我们看的是科幻电影《火星幽灵》。2176年，由于人口激增，地球早已不堪重负，人类利用先进的技术，在与地球环境极为接近的火星上建立了很多太空移民城市。此时的火星还是个亟待开发的处女地，上面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矿场。这天深夜，一辆火车在无人驾驶的情况下穿越山谷，抵达火星第一城克莱斯。车厢里空空荡荡，只有一个金发女人不省人事，手还被手铐锁住了。她正是女主角梅兰妮中尉。几天前，梅兰妮带着一支护卫队前往位于闪灵峡谷的矿场小镇，负责将囚犯威廉从矿场监狱押解到克莱斯城。现在只有梅兰妮一人出现，显然是出事了。庆幸的是，梅兰妮并没有生命危险。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克莱斯城的领导在梅兰妮苏醒后，第一时间对她进行了审讯。时间回到几天前，前往闪灵峡谷的火车一路正常前进。车厢里的氛围也很轻松，两名护卫队队员正在打牌，打发无聊的时光。这位兄弟很眼熟啊，正是还有头发的杰森·斯坦森。梅兰妮没忍住打了一会儿盹，指挥官黑姐发现后连忙叫醒他。据黑姐所说，威廉是个穷凶极恶的罪犯，之前背负几条人命，最后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。这回不仅在车站杀了7个人，还把尸体肢解了，手段极其残忍。押解这样的重刑犯，千万不能懈怠。即将抵达峡谷时，司机联系塔台，结果无人回应。以为风暴太大干扰了信号，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。下车前，黑姐让大家提起12分精神，别出任何差错。可是当他们进入峡谷后，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。正常情况下，星期五晚上的峡谷应该热闹非凡才对。黑姐让梅兰妮和杰森先到监狱查看威廉的情况，她则带着短发妹和眉毛哥前往游乐场。梅兰妮二人来到监狱，发现这里一个看守的人都没有。透过监控看到威廉正安静地坐在牢房之中。就在这时，监狱外一间灯光闪烁的房子成功引起两人的注意。刚走进房间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。梅兰妮和杰森立刻提高戒备，顺着地上的血迹，一只断手赫然出现在他们眼前。与此同时，抵达游乐场的3人也亲眼目睹了恐怖一幕。天花板上挂满了被斩首的尸体。意识到情况不妙，两队人马迅速汇合。虽然威廉还关在监狱，但黑姐认为这些人极可能就是威廉杀的，因为之前被他肢解的人尸体和游乐场里的受害者一模一样，头被砍掉，身体被吊了起来。但梅兰妮认为没找到证据前不能盖棺定论。杰森顺利开启监狱安全门，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能问问这里的犯人了。由于监狱安保到位，除了头号危险人物威廉，其他几个犯人也都在这里。很快，黑姐发现躺在凳子上的女人并不在犯人名单中。女囚性感姐告诉他们，这个人是昨晚自己跑进来的。原来他是威拉克博士，负责卓克山的采矿运作。据他所说，8天前卓克山发生动乱，他乘坐改装后的热气球一路漂流，最后沿着铁路飞到这里。受到风暴影响，他在降落的时候差点球毁人亡。之后他就一直躲在监狱里，理由是现在只有这里是最安全的。随后，梅兰妮和杰森找到单独关押的威廉，询问他知不知道小镇发生了什么。结果威廉一脸高冷，半个字都没说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货柜中传来咚咚咚的声音，打开一看，是这里的通讯官。妹子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还比划着魔性的手势，就像被什么东西附体着了魔。安全起见，他们将通讯官关在了储物室。梅兰妮和黑姐外出探查，发现一辆闪着尾灯的汽车，车上的男人神情痛苦，他惊恐地告诉梅兰妮别打开车门，千万不能让他出去。这里的他显然不是人类，但梅兰妮没听懂什么意思。黑姐更是救人心切，就在她要打开车厢的时候，一道黑影从身后闪过，黑姐连忙追踪过去。车上的男人继续说道，他就在我体内，我抵抗不住了。说完拿刀抹了脖子。
杰森这时也找到这里，细品男人死前说的话，两人大致猜到他是被诸如幽灵之类的东西附身了。现在人虽然死了，但幽灵还在，因此小心谨慎的两人并没有打开车厢。得知黑姐不知所踪，杰森让梅兰妮先回监狱，找黑姐则包在她的身上。没想到监狱这里也不太平，威廉抓住机会成功越狱。短发妹和眉毛哥都是刚入伍的菜鸟，哪里是威廉的对手？短发妹还被抓住成了人质。威廉并不想滥杀无辜，只要能离开监狱就会放人。担心短发妹安危，梅兰妮用自己做了交换。趁威廉不注意，梅兰妮突然反击，但最后还是被威廉一拳打晕。等到醒来，威廉已经跑了。眉毛哥告诉梅兰妮，2分钟前威廉抢走他的散弹枪，躲进了诊所。押解威廉是此行的首要任务，可不能让他越狱。很快，梅兰妮想到作战策略，她让2个菜鸟守住诊所后门，自己走前门，逼威廉出来。诊所里，梅兰妮看到2个被幽灵附身的人，突然另一个被附身的人发疯似的要攻击梅兰妮。战况焦灼之时，威廉出现帮梅兰妮解了围。但随后威廉也遭到袭击，梅兰妮果断开枪杀死了袭击者。一来一回，两人算是扯平了。这次经历也让彼此之间建立了最基本的信任。威廉告诉梅兰妮，他并没有杀死车站里的工人。出事那天，他本想去车站找点食物，赶到那里时，工人已经全部领了盒饭，具体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。杰森这边，他在寻找黑姐途中发现一个行踪可疑的女人，看样子已经被幽灵附体。女人手里提着一个死人头，正朝着前面的小山坡走去。仰天长啸后，女人将人头插在铁棍上，紧接着消失于夜色中。杰森上前查看，惊讶地发现这竟是黑姐的人头。此时耳边传来喧闹声，循着声音，杰森找到矿场。原来小镇上消失的矿工被幽灵附身后集体变异，他们正在举办动员大会。为首的矿工说着听不懂的火星语言，一呼百应之后，变异矿工就将那些附身失败的同伴斩首了。从杰森口中得知黑姐死讯，梅兰妮找到威拉克博士，一再逼问下，威拉克终于说出实情。他们在采矿时无意中炸出一条隧道，好奇心驱使下，威拉克打开一扇古老的石门，唤醒了沉睡已久的火星幽灵。话音刚落，之前被关起来的通讯官突然暴走，扑倒了威拉克。虽然通讯官被梅兰妮开枪送走，但藏在他身体里的幽灵转眼就找到了新宿主，没错，就是这个犯人老王。杰森这边，他意外发现3个没被附身的男人，于是带他们一起返回小镇。出事时，3人躲在山头逃过一劫，避免夜长梦多。梅兰妮决定立刻返回克莱斯城。万万没想到，带回来的这3个家伙不是好人，黑哥更是拔枪威胁。原来他们和威廉是一伙的，摆明了想劫狱。面对外面未知的敌人，杰森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。于是梅兰妮带黑哥他们来到监狱，不过这些人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，下一秒就被梅兰妮关在牢房。正如杰森所说，梅兰妮希望威廉能和他联手，只有这样大家才能活着离开。威廉想想没毛病，就这样双方愉快地达成了协议。一行人刚走出监狱，变异矿工杀了过来，他们手里全是冷兵器，哪里顶得住主角团的枪支弹药？宿主好对付，幽灵就很难把控了。混战中，黑哥不小心被附体，折损一员猛将，再加上敌众我寡，大家只好先退回监狱。还没来得及喘息，牢房里的老王要变异了。维拉克对梅兰妮说道，幽灵十分狡猾，一旦宿主死亡，他们会顺着风向飘到另一个人身上，而且所有侵占火星的生物，幽灵都会展开疯狂报复。说话间，老王彻底疯了。见状，短发妹毫不犹豫开枪把老王打死。糟糕的是，离开宿主的幽灵马上附到梅兰妮身上。商量过后，大家把陷入昏迷的梅兰妮抬到了外面。有主角光环就是不一样，幽灵想占据她的身体，但架不住梅兰妮的自我意识过于强大，最终竟然把幽灵从身体里赶了出去。见梅兰妮完好无损回到监狱，杰森和威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梅兰妮表示，我们都是火星入侵者，幽灵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园，肯定不会放过我们。监狱外，变异的矿工犹如打了鸡血，群情激愤。没一会儿功夫，他们便突破监狱防御，闯了进来。大家一边开枪，一边战术性后退。危急关头，杰森抢了矿工的装甲车，带着众人逃上火车。不出意外的话，他们都能平安抵达克莱斯。但是途中，梅兰妮突然改变主意，要折返回小镇。她认为，就算逃回克莱斯，这些幽灵还是会追过来，倒不如趁他们还未进一步壮大之前，将其彻底消灭。梅兰妮询问威拉克，引爆核电厂的威力如何？得到的回答是，爆炸肯定能杀死宿主，对幽灵是否有效，没人知道。尽管如此，梅兰妮还是决定赌一把。列车折返回小镇后，一行人分头行动。梅兰妮、威拉克和杰森前往核电厂，其他人留在火车上，负责分散幽灵的注意力。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威拉克成功在核电厂安置好了炸药，可离开时，他却被幽灵附体了。火车这边，由于矿工人数太多，交战过程中，短发妹火车司机相继战死，杰森也惨遭矿工围剿，不幸领了盒饭。最后只有梅兰妮和威廉活了下来。爆炸半径有2英里，为了尽快抵达安全区域，威廉急中生智，舍弃了靠后的车厢。当列车行驶至2英里外，小镇方向传来巨大的爆炸声，聚集在那里的变异矿工全被炸死。威廉不想回到克莱斯城接受审判，因为他知道那里的领导是不会相信这一切的，一旦被抓，肯定牢底坐穿。为了自由，威廉将梅兰妮靠在床上，随后离开。以上就是梅兰妮真实经历的故事。但领导听完一脸难以置信，认为梅兰妮精神错乱。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狠狠打了领导的脸。晚上，克莱斯城灯火通明，伴随小镇矿工的死亡，幽灵们随风飘荡，来到城市上空，开始寻觅新的宿主。梅兰妮赌输了，听到警报声，她迅速武装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威廉竟带着装备出现在门口，这下两人又能并肩作战了。影片由约翰·卡彭特执导，上映于2001年。据悉，火星罪犯威廉最开始的表演人选就是杰森·斯坦森，结果出品方看中了说唱歌手艾斯·库珀。作为一部外星恐怖片，影片表现差强人意，故事太繁杂了，女主很努力，但最后自损1000，毁敌几乎为零。面对卷土重来的劲敌，男女主信心百倍。我实在不理解，不怕重蹈覆辙吗？最致命的是，所谓的幽灵压根没露脸。恐怖片不恐怖，就是最大的失败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兴趣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。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